上世纪80年代，我们世界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臭氧层中有一个正在迅速扩大的空洞。所以，发生了什么事？这个空洞还在吗？让我们先从头开始。太阳让地球上的生物能够存活，但过量的紫外线辐射会损害植物和动物的 DNA。值得庆幸的是，大约 98% 的辐射被臭氧分子吸收，分散在平流层。它们在此过程中不断地分解和重造，保持着一个微妙的平衡。但在1970年代初期，两位化学家马里奥·莫利纳和舍伍德·罗兰证实人们广泛使用的一种化学物质氯氟烃或 CFC 可能会打破这种平衡。CFC 是在1920年代由3个美国公司开发的用于冰箱的冷却剂。不同于现有的替代品如氨或氯甲烷， CFC 不易燃且无毒，这意味着它不会起火或导致致命的气体泄漏。用它还可以制造很好的推进剂、发泡剂和阻燃剂。CFC 很快就被加入各种日常用品中，并成为了一个年收益数十亿美元的产业。在低层大气中， CFC 不会分解或与其他分子发生反应，但莫利纳和罗兰表明了在平流层里，它们被紫外线分解，释放出氯原子，而其与臭氧发生反应，将其消除远超过臭氧再生的速率。一个氯原子可以破坏数千个臭氧分子，在最终与其他物质反应并形成稳定的分子之前。看到对他们根基的威胁之后， CFC 生产商开始诋毁科学家，甚至指控他们为 KGB 工作。初步估计表明，在60年内 CFC 可使臭氧浓度降低 7%， 但到了1985年，很明显，臭氧的消耗尤其在南极上空的发生得快得多。在这儿，极寒的温度和独特的南极云层结构加速了臭氧的损失。驻扎在南极洲的科学家注意到了每年春天上空臭氧的大幅下降。卫星数据揭露了这些损失的具体程度，而化学测试证实，无疑是 CFC 导致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很快便发布了视图，并在全世界播出，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如果臭氧消耗继续下去，皮肤癌的发病率将会飙升，光合作用会受危害，使植物，包括大米、小麦和玉米，生产力降低，更容易染病。全球农业产量将直线下降，并且整个生态系统都会崩溃。但许多政客考虑眼前的而非长期的经济问题，在提出方案的时候出现了分歧。禁止 CFC 的斗争中形成了一对不寻常的盟友：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尽管他们反对政府管控，因皮肤癌而接受治疗的里根，还有接受化学教育的撒切尔夫人，认识到了采取立刻行动的必要性。美国和英国以及加拿大、挪威、瑞典和芬兰带头呼吁国际上禁用 CFC。1987年，代表们签署了蒙特利尔议定书，要求迅速淘汰 CFC， 并建立一项基金来援助全球南方国家以利用经济的不损耗臭氧的替代品。它后来由地球上全部国家批准，历史上唯一实现这一目标的条约。1995年，莫利纳、罗兰和他们的荷兰同事保罗·克鲁岑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随着 CFC 的使用逐渐减少，臭氧空洞开始缩小了，预计到2070年将完全消失。但我们还没有完全走出困境，这个禁令对气候十分有利。CFC 是强效温室气体，而取代它们的替代品氢氟碳化物及 HFC 也是。虽然通常不及 CFC，HFC 仍然较二氧化碳留住更多的热量，并且正在加剧气候变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16年基加利修正案被加入了蒙特利尔议定书，呼吁在2047年实现全球 HFC 85%的削减。到本世纪末，仅此一项就可以避免高达 0.5 摄氏度的全球变暖。今天，当我们面临气候变化的生存威胁时，我们需要像蒙特利尔议定书这类全球决定性合作典范以对付它。那么问题来了，什么会让我们再次团结起来？想了解更多科学家、政策制定者和像你这样的人正在采取的令人兴奋的步骤，以确保我们星球的未来吗？访问 a.ted.com Earth School 来满足你的好奇心和希望。